那厢众目汇聚之中，夷陵老祖无言片刻，忽而放声大笑：“我居然跟你在这里浪费时间！”他猛扑上前，眨眼即到，向莫玄羽脖子抓去。许是觉得直接夺走生魂太便宜他了，非要逮住他，履行之前的诺言，将他折磨得生不如死，才能泄心头之恨。莫前辈！蓝丝追大惊，提剑便要冲来。莫玄羽抱头鼠窜，边躲边叫：“慢着慢着，这真的是我的凶尸，我有办法证明。”余光瞄到一棵树，慌忙钻到树后。莫玄羽躲了会儿，见夷陵老祖似停下了，他探出半拉脑袋，气喘吁吁道：“他是我的凶尸，因为他听我的话，不听你的。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不信，你命令他试试，你吹吹笛子，喊喊他，看他听不听你的。”夷陵老祖紧锁着他，不知他又在耍什么花招。换作平时，他早就让出言此话的人身首异处了。可不知为何，这个莫名其妙的莫玄羽让他心里没底。最终还是架不住，夷陵老祖回头看了一眼那悍将，将陈情送到嘴边，含一口气，吹响。这具凶尸跟了他多年，算他最忠诚得力的老部下。多少次死里逃生，都是拜他相助。多少次在战斗中四分五裂，也能拼补起来，完好如初，怎么可能违抗他的命令？然笛声破开长空，发号了施令后，众目睽睽之下，那悍将竟一动不动。夷陵老祖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山体滑坡。再吹一遍，这次的命令更急更狠，杀意更浓，是为咬断右边那修士的脖子。此尸生前好作恶，被仇家一刀割了脑袋，死后怨念极深，对充满杀意的命令最敏锐，最兴奋。然而无论陈情怎么催促，他还是置若罔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众人吃了一惊，夷陵老祖的鬼将不听他的了。赶到半路的蓝丝锥和蓝景仪相视一眼，彼此看见了对方眼中的震撼。夷陵老祖撤去陈情，吹哨拍掌，又大斥几句。可惜御师的众多手法中，属吹笛最直接有效，能令凶尸发挥最大的凶性，连低阶走尸听了也能强化不少。既然吹笛不行，其他当然也没什么用。果然，那凶尸就是理也不理。夷陵老祖再也管不住表情，吊脚眼向下塌落，整张脸都在惊骇中膨胀起来。他猛然回头：“你做什么？”莫玄羽摊手：“我都说了嘛，这是我的凶尸。”言罢伸手击掌2次，掌声回荡在结界中，异常清脆。他道：“过来。”那悍将浑身一颤，似被吓了一跳，惨白生硬的死人脸上甚至出现了略显慌张的表情。他迈开腿，忙不迭向这方跑来，一如初登场时的地动山摇，每走一步，地面跟着一晃。莫玄羽皱了皱眉，又道：“轻点儿。”悍将当即僵住，从来没有执行过这样的命令。然他块头太大，无论怎么做都动静十足，万般无奈，只好提着脚尖，收住筋肉，蹑手蹑脚地走。一具9尺之身的彪悍鬼将做出这样的动作，实属诡异，且透着几分滑稽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夷陵老祖那张歪了的脸似乎再也修不回去了。眼前的一幕过于惊人，莫说夷陵老祖，百家修士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夷陵老祖会不会在耍什么阴谋诡计？等悍将走过去，会不会忽然暴起，打爆莫玄羽的脑袋？看悍将一步一步艰难地站到莫玄羽身旁，老老实实，本本分分，头也不抬一下，众人再次倒吸一口凉气。蓝丝追蓦地叫道：“莫前辈，小心！”莫玄羽旋即一错，躲开一道擦他耳畔掠去的剑芒。回身见夷陵老祖手中抓着一幅宽大的卷轴，隐隐灵光流转，似是个仙门法宝。夷陵老祖张开卷轴，向莫玄羽的方向一抖，数道剑芒如数箭齐发，撕裂虚空，呼啸而来。莫玄羽果断横敌，悍将应声挡在他身前，拳带劲风，将剑芒粉碎成阵阵光华。夷陵老祖翻手，又是一片剑芒，密密麻麻地包围了莫玄羽。笛音霎时清亮起来，莫玄羽转变节奏，连换几拍，有如鹰燕，有如夜宵。悍将拖着庞大的身躯，一改先前的笨重，竟像乞丐凶尸那样上蹿下跳起来，鹰燕时上扑，夜宵时下踩。剑芒出尽，竟一片都未能落到莫玄羽身上。莫玄羽道：“堂堂夷陵老祖，
用仙门法器作战，未免太丢人了吧？夷陵老祖恨得牙痒，余光扫向周围，手中卷轴忽然一拐，往一旁的蓝思追和蓝景怡去了。这是动不了莫玄羽，便将目标改在他的同伙上。两个小辈举剑格挡，白芒被一一斩落。奈何那法宝火力太猛，又无鬼将替他们做挡箭牌，这样下去撑不了多久。莫玄羽一手摁在笛孔上，笛声未停，另一手从乾坤袖中掏出一把纸片，往空中一甩，纸片哗啦啦地飞散开来，竟是一把纸人。这些纸人内关着许多阴魂小鬼，在笛音加持下，齐刷刷地聚成一团，迎着剑花撞去，如水火相碰。鼓点式的闷声中，散落漫天纸屑与碎光。悍将趁机向夷陵老祖扑去，夷陵老祖不得不将卷轴重新对准他。莫玄羽拨两个小辈到身后，你们退下，别过来。蓝思追急声道。莫前辈。莫玄羽复右双手握笛，稳住悍将的动作。然这悍将毕竟是别人练养的，用起来并不如何得心应手。眼见夷陵老祖要发起下一轮攻势，莫玄羽心念电转，撤下笛子，准备咬破手指往符篆上抹一笔。这时背后传来了咔嚓咔嚓的声音，莫玄羽来不及回头看，一道紫光闪电般冲来，将他抽飞出去。莫前辈。两个小辈惊呼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，回身望去，结界上出现了一个参差不齐的巨大缺口，一把蓝色仙剑笔直飞了进来，在上空似天星划过，从左至右翻舞片刻，破碎声再次从结界的四面八方响起。蓝景怡惊喜的大叫：这把剑是……伴随着巨响，结界破了。莫玄羽扶着腰站起来，那紫光已收了回去。噼啪的雷霆声中，结界缺口处出现一人，是江城。紧接着陆续跟进了许多人影。韩光君。蓝思追和蓝景怡高呼，什么也顾不得了，争先恐后向他奔去。方才那破开结界的仙剑正是碧晨，看来蓝忘机等人终于找到了阵眼，他们得救了。夷陵老祖却吓破了肝胆，卷轴都失手摔在地上，连连后退，失声道：这怎么可能？救兵竟真的来了，可计划分明不是这样。结界不在少山背后，极其隐蔽，万无一失，怎么可能被找到？江城闻声回头，结界中挤着这么多人，江城一时半会儿搞不清状况，有人出声便看了过去。那面孔他不识的，只是站在与众人相反的方向，必有蹊跷。江城皱着眉，将夷陵老祖从头到脚打量一番，忽而一顿扫现了夷陵老祖脚边的陈情。众人屏住呼吸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只见江城的脸如洪水过境，嶙峋、汹涌、裸露，多余的东西都被冲得干干净净，唯有原本的风貌留了下来。他轻声道：好啊，果然回来了。话音未落，紫电挥出，犹似龙蛇，直奔夷陵老祖面门。江城出手后，众人又默默松了口气，两人积怨已久，如今夷陵老祖落到了江婉莹手里，必然凶多吉少，他们也算真正安全了。然不等紫电落到呆住的夷陵老祖身上，冰蓝剑光瞬息而至，精准无误地与紫电相击。嗡鸣一声，炫目的灵光炸了开，一地碎石落叶都被肆虐的气流掀飞。蓝忘机持剑上前，站定在江城与夷陵老祖之间，不多言语，只是略偏过头看了夷陵老祖一眼。他素来冷若冰霜，那一眼又轻又短促，读不出什么情绪，似波澜微微，搅不动湖中一轮月。江城大骂一声，再次出鞭，蓝忘机翻琴相抗，踏水惊波的一斧将紫电劈出的锋芒尽数挡下，意思不能再明显。韩光君护着夷陵老祖。众人的下巴都惊掉了，哪怕夷陵老祖是单手夺魂，莫玄羽反胜夷陵老祖，也不比此时更悚人。谁不知韩光君与夷陵老祖水火不容？韩光君嫉恶如仇，而夷陵老祖便是那恶。是啊，一旦见面，当不由分说打起来才对。这次夷陵老祖在少山被抓，韩光君积极相应号召，大老远赶了过来，众人还以为他是来帮忙惩恶的，谁想竟二话不说护着夷陵老祖，屡屡攻击被阻，江城怒不可遏。蓝忘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韩光君。蓝思追气若游丝地喊了一句，也是满心惶然不解。刚才经历的种种看来，夷陵老祖却非善类。
韩光君为什么会在意他？为什么要帮他？这时，被众人暂时忘在一边的夷陵老祖忽然逮准了机会，瞄着一个缺口，拔腿就跑。江澄喝道：“想跑